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不能爱自己的人，没有能量爱别人。佛法讲啊，自度度他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要先自爱，才能爱他，顺序是由内而外啊。弘一大师曾经开示说啊，自尊就是自己尊重自己。那这句话跟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也是道理相通的了哈，都是在强调呢，不要轻视自己，不要糟蹋自己的生命啊，更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啊，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智慧也有正能量的人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把它错解为只顾自己啦，不管别人啦，或只顾别人啦，去耗尽自己啊，这样都不对。有一句俗语说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哈。那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为什么？哎呀，人如果没有自私的话呢，就活不下去了啦。那很多人也认为怎么样？人要为自己的生存责任跟本分去着想啊，否则无法呢在社会上立足啊。那这样子的观点对不对？我们先不予置评啊。但我们要理解这句“人不为己”，这个“为己”的意思呢，不是自私自利哦，而是对自己的人生要负责，对自己负责跟修养自己，甚至照顾好自己啊，这些都叫做为己啊。例如呢，自己都不照顾好身体，如何去服务人群呢？自己心中还充满着烦恼，如何给别人安定呢？自己的福德不够，如何回向祝福别人呢？这些都叫做为己，自己的责任也就是佛法所说的自度、自觉、自利、自爱。各位应该都有看过《铁达尼号》这部电影吧？很久很久以前啦。那他之所以会感动人，不是里面的爱情故事，而是每一个人在生死关头所显现出来的反应呢。把他这个电影把它刻画的淋漓尽致啊。那个电影里面不是吗？有人为了活命而抢夺救生艇嘛？有人利用权势跟地位呢，优先夺取救生圈嘛？有人因为很恐惧失去理智啊，有人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啊，等等。那这些现象是说明什么？人跟动物一样都有求生的本能当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呢，恐惧往往会放大自我保护的这个倾向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确实反映了人性中自私、恐惧跟贪生怕死的一面但如果只看这一面的话，那就会对人性看得不够完整了。因为这部电影里面也呈现了人性光明的一面例如有人把逃生机会让给妇女跟孩子嘛，有人陪伴家人走完最后一程那船上那个不就乐队吗？好几个乐队嘛，那他们也知道说难逃一死但是还是继续演奏下去来安定人心嘛。尤其男主角这个杰克更是把求生的希望呢留给罗斯。那这些行为也都是真实的人性。因此呢，铁达尼号所证明的不是人性只有弱点不是这样，而是灾难就像一面镜子，会把一个人平时所累积的品格照得清清楚楚那佛法其实也有类似的观点。平常顺境的时候看起来人人都很善良但是一旦碰到逆境或利益冲突的时候呢，或生死关头呢，才能够清楚看出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日久见人心，不是吗？所以人性会有自私求生的本能，但也同时有舍己为人的潜能那灾难来的时候呢，紧急关头的时候呢，就是在显示我们平常所培养的是哪一种的思维跟力量从铁达尼号的这个剧情里面，我们看到人性自私的一面，
但如果从我们今晚的这个主题啊，人不能爱自己的人，也会没有能量去爱别人。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另外一层的意义哦，就是一个人内心充满恐惧，一个内心充满恐惧的人啊，他往往看到的是自己啊。所以只有内心安稳的人呢，他才会看到别人的需要了。那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心灵照顾好的人，他才会有余力去照顾别人啊。那这个不能说是自私哦，而是强调自己先要有力量啊，就好像救生员要下水救人之前呢，他要先确保自己会不会被溺水者一起拖下水啊，否则救人没有成功，反而害到自己牺牲成人，那这样就可惜了啊。我们在电视新闻里面有看到常常这种例子啊，对不对？为了舍身救人的啊，对啊，所以不成功变成人啊，这句话虽然是展现坚定的决心啊，但执行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要成功不成人，那这样就比较圆满跟务实了啦，对不对？啊，就像搭飞机的时候嘛，遇到乱流或紧急情况，你必须自己先戴好氧气罩啊，你才有能力去帮助其他的乘客啊。这个不是只顾自己哦，而是助人跟救人的前提呀，是自己要能够稳定、有力量。就好像一盏已经快熄灭的灯啊，它无法去照亮别人啊。一个人如果长期否定自己啊，厌弃自己啊，消耗自己啊，内心没有安定跟光明啊，往往很难去做别人的靠山啊，也很难给别人安定的爱跟关怀啊。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嘛，不是吗？那如何去保护别人呢？所以，一个真正能爱别人的人，通常内心也有一份健康跟安定的自爱。而一个内心完全枯竭的人啊，很难去温暖众生啊。自己都缺爱了，怎么可能去爱别人呢？是吗？所以有些志工在灾难中呢，明明自己也是受害者、受难者哦，却选择先去帮助别人呢。这个并不表示说他不爱自己啊，反而往往是因为他的内心有很大的力量跟愿力啊，所以能暂时放下自己的苦啊。那这个跟忽略自己啦、糟蹋自己是不一样的哦。例如啦，在很多的重大灾难中啊，很多慈济志工啦、消防员啦、医护人员啦、军警人员啦，明明自己家里也是淹水啊、倒塌啊，却还先投入救灾啊。这个不只是台湾啦，我们去海外救灾也是一样。警察、消防员自己家里也是受灾，但这是他孩子来我们发放的现场协助我们啊。那这时候支撑他这么做的不是逞强而是一种现在有人比我更危急，我还有能力，我就先去付出，或灾民的苦比我更紧急等等那这些都是一种慈悲心跟使命感古话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把自己的小我暂时放下，让大我先站出来话虽然这样子讲没有错，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很注意真正长久的菩萨道不是不顾一切，而是把自己把自己燃烧消耗到枯竭如果一个人长期不照顾健康不抒压自己的情绪也不懂得处理自己的痛苦最后往往是身心崩溃、情绪耗尽、失去耐性，甚至产生退转心的都有可能这样虽然还是在做好事但却不圆满所以佛法才讲中道灾难当下呢，先去救人，这是慈悲情况稍微安定之后，
也要回来安顿自己的家啊，这样才是智慧。就好像一位母亲孩子发烧时呢，妈妈整晚睡不着啊，先照顾孩子啊。但如果这个妈妈连续几天都这样对待自己的话，最后不但自己累坏了，连孩子也没办法照顾了。因此，完全只顾自己，这个不是慈悲；完全不顾自己，也未必是智慧了。真正成熟的大爱是什么？在需要时为众生付出，但也知道自己的身体不是铁打的啦，还要懂得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很多真正有修行功夫的人呢，其实他也是很懂得恢复能量的，恢复能量因为他知道保护好这颗利益众生的心也是自己的责任，这也是一种自我管理叫做责任管理啦。同样的道理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健康，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否则会害人害己不但自己很辛苦，也连累到家人不是吗？10多年前呢，有一次证严上人生了1个多月的病每天打着点滴一直到身体好转之后呢，第一次恢复对众开示，首先就先怪自己，忏悔自己生病而延误了每天的晨间开示证严上人把自己的生病自责为自己没有尽到照顾自己的责任，无法深作开示，而延误了弟子们闻法的这个机会那这个就是自律慎言的精神是很崇高的修为那证严上人也曾经对一些志工开示说，师父只能照顾你们的慧命，但是你们的身体跟健康要靠你们自己照顾。有些志工碰到活动来为了筹备活动，往往忙到3更半夜不睡觉，那看起来好像很精进很感人其实证严上人不会认同这样的做法，反而会说没规矩没规矩那作息不正常就是没规矩紧急勘灾或紧急赈灾，这个时候是特殊状况那这个另当别论但是如果勘灾要10几天或者是2个礼拜1个月的比较大型的灾难或赈灾发放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要分好几场，每天一场很多场，所以每天都要忙到3更半夜，这个也是叫做没规矩。你要去关怀灾民协助灾民是好事一桩，但是把自己累倒了，那是不懂得照顾自己，不懂得保护自己最后自己很可能变成需要被别人关怀跟协助的灾民自己是落难的啦。例如呢，很多父母志工医护警消甚至是宗教修行者，常常是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呢，尽心尽力付出爱跟力量，却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照顾自己甚至身体很精进，但是心灵不清净，最后也可能会身心俱疲而感到委屈跟枯竭所以真正要的不是很自私的爱自己，不是很自私的爱自己，而是在爱别人的当下也不糟蹋自己，也兼顾到自己，也不过度的消耗自己很了解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也很会照顾自己的身心甚至自己也是需要被人关心这样子的自爱才是一种身心平衡跟平齐的状态这个道理就好像一盏灯嘛，完全不去点它，你就无法照亮别人但是如果燃烧过度，不懂得保护这个灯芯这个心这样也会很快熄灭所以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人，当他在爱别人的时候，很容易变成在消耗自己。懂得安住自己的人，对外送爱比较能够维持长久啦。我们举例来讲大家更有体会了例如呢，有2位投入关怀独居老人的志工
那第一位呢非常热心，老人一通电话来呢，不管自己多累多忙多晚，立刻冲去帮忙啊。久而久之呢，他开始睡眠不足啊，情绪紧绷啊，对家人呢失去耐性，自己的心里慢慢感到委屈啊。最后有一天呢，他突然觉得，为什么都是我在付出，别人都不做，只剩我在做。于是呢，他不但做不久，甚至连原本的热忱跟慈悲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掉啊。其实有一些志工是有这样的现象，但另外一位志工他不是这样子，他懂得安住自己，他会尽力去帮助别人，但他也知道呢，自己也是需要休息啊，而且好事也需要团队分工，身体累了不能硬撑，还是要做出调整。那心灵累了呢，也需要沉淀啊。遇到情绪低落的时候，也能够立即反观自照啊。那这位志工是以这样子的心态在付出，所以做了20-30年，甚至到现在呢，还稳稳的做，没有中断。这就是有些人呢的爱啊，像火柴，瞬间很亮，但很快烧完了。有些人的爱呢，像油灯，火不一定很大，但却照得很久啊。证严上人也常常提醒弟子啊，不要把付出做成了透支，因为真正长久的慈悲，不是把自己烧到枯竭为止啊，而是让心中时时保有清明、法喜跟愿力啊。所以安住自己不能叫做自私，而是不让自己被拖垮，不让善心变成苦嗔啊，不让付出呢变成一种怨气啊。那这样子的爱才能够细水长流啊，源远流长啊。安住自己不是自私吗？这句话要好好解释一下。孩子的叛逆啊，那是孩子成长之路啊。你如果替他挡路啊，他就永远学不会走路了啊。我们只能帮他照亮路，但是不能代替他走路。有时候也要学会放手，风筝才会飞得高飞得远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要自私一下自己啊，这个叫做高级的自私。这个自私不是说损人利己啊，更不是去伤害别人或来成全自己啊，而是停止损害自己。要停止损害自己，就要懂得善待自己。那自己都枯竭了啊，拿什么来滋润别人呢？是吗？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哪有能量去爱别人呢？所以这个自私指的是什么？不要把时间花在无效的社交上面啊，不要把时间花在不得不去的聚会上面啊，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不必要的饭局上面啊，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刷不完的、看不完的短视频跟回不完的那个讯息上面啊，等等啊，而让自己变成一个随时等待被吩咐的仆人一样啊。这些无谓的浪费时间，不去把它断舍离，那只好每天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相反的，把这些时间收回来，去做一些有意义也很充实的事情，例如独处啦、沉淀啦、读书啦、静思啦等等。这样的人生就比较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收回时间来充电自己，这个不是浪费，而是在给自己充电。我们充好电，浑身就会散发着光跟热啊。这个时候不必去刻意帮谁啊，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滋润啊，也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啊。那这也是一种利他，也就是证严上人所强调的人品典范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啊，感恩各位的聆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